重生归来，活出自我老公的白莲花回来了。为了他不惜与家里决裂，任由他霸占我的老公。我找他对峙，他却反过来训斥我。我气急攻心，抑郁难挨，一病不起。重活一世，我要取消婚约，成全他们这对狗男女。他却抱着我，求我：西西，你为什么不嫁给我了？意识清醒，我重生在了与沈佳明相亲的当天。沈家邀请了各个有背景的未婚青年才俊和美女帮忙牵线，其实就是为了让我和沈佳明相亲成功。那天，我看着沈佳明英俊姣好的颜值，被父母看到眼里，当即就促成了一段婚姻。没人知道，那是我噩梦般的开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意外地撞进了沈佳明的视线里，他的眼底有一丝笑意。我握紧了拳头，猜不透他在想什么。上辈子他对我相看两厌，眼神里说不清的嫌弃和鄙夷。可能是我的眼神太直白了，有人打趣我道：都开始眉目传情了呀。西西上一世，我不知道沈佳明与他的白月光情投意合，娶我也只是为了家族利益。只怪我当时太傻，听信了婆婆哄骗我的话，还让父亲不要责怪他。知道他和白月光在一起，是在回门那天，我从早上等到了天黑，也没有等到他回来。婆婆看到瞒不住我，才跟我坦白了。佳明年轻不懂事，回来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我意识到了不对劲，却还在骗自己，跟父亲和母亲撒谎说他忙，一步错，步步错。他干脆在外面的住处住下来，留下我。我一个沈氏的媳妇，独自出席各种宴会，时间长了，所有人都察觉到了异样。他彻夜不归的消息也就此传开来。沈家为了颜面，把锅甩给了我，对外说我是只不会下蛋的母鸡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被圈内的人嘲笑，沦为饭后谈资。当时我真的好傻，以为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，健身、美容，害怕自己变丑，变成黄脸婆。我在自我安慰，只要自己还是那么美，有耐心，他一定可以看到我的真心，回来到我身边。直到后来，沈佳明被家里人强行带回来，一起回来的还有他的白月光。我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我的心理防线崩塌了。他皮肤不算白皙，身材娇小，衣着普通，算是小家碧玉。沈佳明给他安排了一个公寓，从此更是夜不归宿。我因为是沈家的媳妇，重大场合我来出席。到后来，我急性肠胃炎，高烧不退，好不容易自己打了120到了医院，给沈佳明打电话，他说到医院有医生，他去了也没有什么用。后来白月光许晴天怀孕了，他带着保姆来找我单独聊聊。沈佳明说许晴天不争不抢，让我们好好相处。现在想想，我当时脑残了，真 TM 有脸说。我对他无话可说。他让保姆在门外等他，进来对我挑衅道：这么多年了，你还是老样子，你家里有钱，你长得美又能怎么样？沈佳明还是要围着我转，虽然没有名分，也总好比你守活寡强。以后我的孩子就是沈家的长孙，你也只会被我踩到脚下，永不翻身啊！哈哈，许晴天摸着肚子大笑，褪去了善良的伪装，变成了一只两眼放着绿光的狼。我被他气得浑身颤抖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抬手就甩了他一巴掌。我大病初愈，力气不大，谁知许晴天往后一倒，立马落红了。巧了的是，沈佳明进来了，他一把推开我，我的头磕到了桌角，鲜血从眼角流了下来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晴天的孩子出了什么事？我让你生不如死！沈佳明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不给我辩解的机会。我想告诉他，是许晴天先挑衅我的。我好无助，头在流血，浑身打颤，话都说不出来。沈佳明根本没有看我一眼，抱着许晴天走了。沈家单传，许晴天的孩子万众瞩目，公公婆婆也默许了他的存在。从此以后，沈佳明就再也没来看过我，
后来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卧床不起。临死前，许晴天带着他的儿子来看我，他满面春风，露着得意的笑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我现在已经回到你的住处了，你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了我的，我是女主人了，你这个废物。家世好如何，长得好如何，还不是我的手下败将？你那有钱的爹送来的补药都是浪费，早死早脱生。赶紧去死吧，下辈子投胎做头猪，千万别忘了这辈子蠢笨如猪被我踩，哈哈哈。就这样，我被许晴天气到吐血，没多久就郁郁而终了。没想到我可以重新再活一回。回到与沈佳明相亲这日，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握紧了拳头。沈伯伯问我：西西，佳明如何？我心乱如麻，我不知道怎么接话。重生后，我谁也不想嫁，我想为自己活。沈佳明看着我，眼眸深邃，深不见底。我忽略了他的视线，看向了旁边举着香槟酒的周于晨。上一世，他家虽然不及我家，奈何他够努力够争气，年纪不大，前途无量。他的相貌也是圈中数一数二的。不过我当时脑残了，一心扑在了沈佳明身上，没有注意他。今日相见，闻名不如一见。周于晨察觉到了我的目光，居然与我对视。想到上一世，周家母亲与我母亲哭诉，周于晨不近女色，害怕到他这里绝后。想到这里，我走到了周于晨面前。我不想嫁，他亦不想娶，两全其美。沈佳明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一脸的不可思议，眼神里充满了愤怒。他冲上前去拉住我的手，不管不顾。西西，你没等我准备甩开他的手，就被周于晨挡在了我身前。沈公子注意你的风度，陈小姐选了我，你不服气吗？我看着这硝烟弥漫的情景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。我父亲过来了。沈佳明拉着我父亲说：伯父，我和西西青梅竹马，两情相悦，不是其他人可以染指的。我准备开口反驳，却被周于晨抢了先。沈公子，你这口气，陈小姐走过来找的是我，何来两情相悦一说？你是不是脑子有泡？建议你去医院看看，你哪只眼睛看到陈小姐心悦于你？沈佳明脸色惨白，嘴里念叨着：不是这样的，我以为这件事情就此结束了。相亲会散场后，沈佳明疯了一样的拦住了我。我忍无可忍，你想做什么？上一世我对他温声细语，沈佳明愣了一下，死死地拉着我。西西，你为什么不是站到我的面前？我们不是说好的要结婚的吗？那你……我要笑死。上一世我死得有多惨，我还没有忘记。上一世我就是个傻子，蠢笨如猪，这一世重活，爱谁当谁当吧。我正脱开他，冷冷地说：我知道你的白月光还等着你呢，之前都是玩笑话，别太当真了。沈佳明脸色难看，声音慌张：你听我解释。许晴天他……我毫不客气地打断他：那是你的事情，跟我无关。路上引得路人围观上来。上一世拜他所赐，我名声尽毁，我父亲母亲都不得安宁，这次我是不会再重蹈覆辙了。我转身准备走，被他一把拉住。我厌恶地说：放手，不然我报警了。他的手慢慢落下，眼睛通红地看着我。上一世你如何待我，这一世便让你也尝尝弃如敝履的感受。沈佳明的电话微信全部拉黑。相亲宴会的事情很快被传开了。奶奶来找我，气急败坏的：你不是一直喜欢沈佳明吗？这么好的机会，你怎么不珍惜呢？我看着他，冷冷地说：沈佳明的白月光，奶奶你是知道的吧？奶奶心虚地看着我：无妨，他怎么能和你比？没有背景，没有身份。听到他这么说，我没有意外。上一世中，我和沈佳明的婚事，奶奶从中撮合，到后来我和奶奶说沈佳明的不是，她却说我没有本事留住男人。
他看上的是沈佳明的家世背景，我只不过是个牺牲品。我硬气地说，我不嫁。奶奶火冒三丈高，拍着桌子说，反了你，不嫁也得嫁。气氛僵持不下，家里阿姨跑进来，老夫人，周家来了，说是找老爷和太太提亲的。奶奶很不悦，想婉拒，父亲母亲却很热情，把周家迎了进来。周爸爸说，我儿与千金看对眼，回去就提及提亲事宜，虽然事情有点唐突，但是只要令爱提的要求，我们一定会满足。上一世因为我的任性，选择了沈佳明，让父亲母亲伤心难过，这一次也刚好合了他们的心意。父亲和悦地说，现在说这些是否有点早？两个孩子昨天也是刚见面，不如再接触一段时间，互相了解一些为好。也是，是我们唐突了。晚上我辗转反侧，周于晨让他爸妈来提亲，我与他见面次数，一个巴掌都可以数得过来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受邀参加一个宴会，没想到沈佳明也在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整这副死出给谁看？我内心翻腾，准备转身离开，周于晨站在了我的面前，把沈佳明的视线给挡住了。晨曦小姐，又见面了。今天我想和你一组。面带着微笑。周于晨长相俊美，身材高挑，西服裁剪得体，把好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。与沈佳明不同，反倒衬得他意气风发了，引得在座的女生不停地朝这边观望。今日的宴会和以往不同，大家可以各自组队，两两成行。我和周于晨不熟悉，宴会开始后，他就时不时地找我聊天，让我放松了好多。自从我重生后，沈佳明像变了一个人，从前的他都不会正眼看我，见到我恨不得抓紧甩掉我，现在居然甩都甩不开，不知道是啥情况。我很疑惑，但是又不敢肯定。活动里，沈佳明和庞氏千金一组，庞氏千金对他是一见钟情，在宴会中也是大献殷勤。宴会结束后，沈佳明在门口堵我，西西，你喜欢什么？想要什么？我都可以给你。我看着他，冷冰冰地说，我喜欢你离我远点。我拉着周于晨转身就要上车，周于晨扭头对沈佳明挑衅兮兮说了，让你离远点，我现在是他的未婚夫，喜欢什么想要什么，我会帮他找的，不劳沈公子费心。沈佳明呆站在那里，深受打击的样子。我也懒得跟他废话，拉着周于晨赶紧上车，看到沈佳明没有追上来，才松了一口气。周于晨心情很好，从口袋里拿出一颗巧克力给我，尝尝，这颗巧克力是施了魔法，吃了就会让人幸福的。他笑着看我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周于晨把巧克力塞到了我的嘴里，苦涩中带着甜，还有草莓味的果酱裹在里面。车走到一半，外面下起了大雨，周于晨开着车把我送到了家门口，没有雨伞，他把衣服脱下来撑到我俩的头上，送我到门口，看着他的衬衣被打湿，变成了透明色，贴着小腹勾勒出了肌肉线条，8块腹肌，看着就很有力，好想摸一下。陈小姐，到家了。晨曦。周于晨凑到我脸跟前，你怎么了？脸好红啊，是不是着凉了？我反应过来，脸烧了起来。到家了，快点回去吧，抓紧把湿衣服换掉，泡个热水澡。我转身跑回了家里，雨淅淅沥沥地下着，我望着窗外，看到门口周于晨的车还在，带着伞下去，敲了敲车窗，周于晨放下车窗，把手机的给了我。我怕你明天要用，所以在这等着你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外面很冷的，你的衣服都湿了，要不回来换了再走？不用了，不太方便。快回去吧，我看着你进去，我也就回去了。我擅自做主，把你的微信加了，幸好你没有密码。我点了点头，坚持目送他开车离开，转身回去，被一把拉了回来。是沈佳明。沈佳明，你是不是有病？
西西，我没有病，你应该嫁的人是我，为了这我都要疯了。沈佳明，你放手。他笑着，力道也在加重。西西，你是重生了，对吧？我的心颤了一下。这一刻，之前的一切都能说得通了。怪不得这一世他的行为举止反常，我不明白，明明他那么爱许晴天，一直想和他在一起的。重活一世，我离他远远的，成全他们，他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沈佳明恢复了点理智，不是的，是我的不对，我不该冷落你，我向你道歉，只要你能原谅我，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。我像是听了一个冷笑话，他上一世把我害得那么惨，怎么还有脸说这种话？沈佳明拉着我的手贴到他的心上，我们都重生了，是上天给了我重新来过的机会，这次我会好好补偿你。我感到恶心，沈佳明的力气很大，我挣脱不开。他的眼神疯狂，我怕他乱来，害怕他做出出格的事情。男女力量悬殊，硬碰硬的话我会吃亏，只能想办法稳住情绪，希望家里人看到我帮我报警。我学着许晴天撒娇的模样，你想补偿我的话，许晴天会答应吗？西西，晴天善解人意，他会明白我的。他果然很吃这一套，眼神柔和了很多。想得挺美哈，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。西西，你知道吗？你去世后，我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整日在你的房间，看到你写的书信，才知道我原来做得如此不堪。我父母不让晴天进门，我鬼迷心窍，觉得是你，便把气撒到了你的头上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当时上幼儿园，穿着粉色的小裙子，奶乎乎地叫着我哥哥。我当时就想，长大后娶你。长大了，你真的嫁给我了，我却没有好好珍惜你。沈佳明自顾自地回忆着上一世，说着我死后他有多么的后悔，这是在把我愈合的伤口扒开，然后撒盐。我咬紧了牙关，忍住了想破口大骂的冲动，压下了满腔的怒火。沈佳明越说越激动，他想俯身亲我，我别开头。你别这样。他笑了笑，对，我明天就让父母来提亲。我心里骂了他祖宗八辈。沈佳明被车灯的强光刺了一下眼，抓我胳膊的手松开挡眼睛。周雨辰从车上下来，把我挡在了身后。沈公子，你这样做就不对了，西西是我的未婚妻。沈佳明恼羞成怒，领住了周雨辰的衬衣领口，上去就是一拳。沈公子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说你私闯民宅。沈佳明听了收了手，看着周雨辰和我，转身离开了。我与他形同陌路，这一世我要为自己活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回到家后，周雨辰拉着我的胳膊，可怜兮兮的，我疼。哪里疼？他摸了摸脸，这里。我反应过来，这家伙在骗人。自从被沈佳明打了之后，周雨辰赖着我，虽然医生说那一拳没什么事，也不会毁容。我看他就是故意的。转念一想，他是为了我挨了一拳，也就随他去了。跟周雨辰在一起，一点也不无聊，他的鬼点子很多。前面被他气得半死，后面被他哄得乱颤，和第一次见面时完全不一样。西西，你是不是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？我听得一头雾水，主动求和，他居然傲娇得不理人。直到后来，我在他房间翻到了我的照片，才知道我们小时候原来是在一个幼儿园上学，他是那个跟屁虫。小时候我在幼儿园是有名的捣蛋鬼，经常带着小朋友捣乱，但是他不加入我们，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。后来被老师抓住训了很久，只能自己一个人玩，我就开始跟着他，对着他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。时间太久了，有点想不起来了。父亲母亲经商，家里从来就是我一个人，我性格有点孤僻，没有人愿意陪我玩。周雨辰一本正经地开始絮叨，我准备安慰他，结果他接着说，不过我就没见过小嘴巴巴的说个不停的人。
我脸一红，把安慰的话咽了下去。这人怎么回事？记性这么好。你走了以后，我松了口气，想着耳根清净了。可是吧，你真的走了，我却天天盼着你能来。他笑着说，声音里却有一丝落寞。后来我就把照片撕下来，放起来做念想了。也是后来我才知道，你是陈家的独女，不可能会在这里待久的。我意识到了和你的差距，想要更近你一步，就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行。他说的坦坦荡荡，听得我心里暖暖的。上一世，我嫁给沈家明后，生活一地鸡毛，夜夜留宿在许晴天的公寓，家里公婆也处处刁难我，被沦为笑柄，无言以对父亲母亲。那时候我万念俱灰，以为没有会惦记我了。现在有个人说他是为我而来，后来我也就没再去过相亲宴会，周于晨也时不时的来找我，说着无关的话题，但是这种感觉很舒服，就是一种被人在乎、尊重的感觉。周于晨会带我去吃苍蝇小馆，也会带我去高档餐厅，带我去吃路边摊，也会吃烤地瓜和臭豆腐。周于晨忙的时候，也会抽出时间来陪我。和他在一起，我很开心，前所未有的开心。我想和他一起努力。几日后，许晴天来找我，开门见山地对我说，沈家明不会喜欢你的，他想跟你结婚也是家族利益。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凭什么所有男人就要喜欢你？我家世不如你，长相不如你，就要处处碰壁吗？我要抢走你的一切，你的老公，你的财产，甚至是你的命。他这么喋喋不休地说着，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很生气，甚至会去甩他几个打耳光，可是我看到他像个疯子一样的咒骂我，我甚至开始可怜他。保姆已经打了电话找了保安，许晴天被拖走的时候还在不停地咒骂着我，我心如止水。上一世我死缠在一个人身上，付出了生命，这一世他被这个人蒙住了双眼，看来前世我受的苦，今生他来还。我开始和周于晨开始交往了，我想和他一起努力，开始考研之路。父亲母亲很赞成我的想法，他们对周于晨也开始改观。考研决定的时间有点仓促，周于晨帮我找资料和教学视频，给我划重点，让我可以安心的学习。学习环境和氛围让人很熟悉，作息规律健康，每天的精力充沛，让我的信心大增。在周于晨的陪伴下，一天天的复习生活中，无论是背单词，还是绞尽脑汁的解题，或者是刷视频犯困时，又或者是学习数据结构时，感受算法的奥妙，我的状态也越来越好，每天都有无限的精神和动力。12月份，距离考研就剩几天，周于晨陪我出来缓解压力。西西，你想好报考哪个学校了吗？报考浙大，你的学校。周于晨一脸开心，他不知道的是，其实我一直喜欢浙大。考研当天，我自信满满，从容地走进考场，内心激动难以自制。因为备考充分，加上周于晨教我的学习和解题方法，出了考场后，我就已经觉得自己是100%的考上了。果然，我顺利地通过了初试和复试，顺利地进入了浙大。9月份，周于晨送我去学校，我们在浙大门口拍照，我特意发了朋友圈。实现梦想，活出自我。我接到了沈家明的电话，电话里恭喜我考上心仪的学校，希望我以后顺顺利利。我说了声谢谢，挂断了电话。晚饭后散步，周于晨从口袋里拿出一枚戒指，用一根项链串着，挂到了我的脖子上。我心跳加速，干什么？他朝我傻笑，怕你跑掉。这是定情信物，你现在就是我的人了。他宣示主权。我活了2世，这方面没有经验啊，脸发热，耳朵红，心跳加速，呼吸急促，脑袋空白。至此，我也开始忙碌我自己的事情。周于晨忙于项目，为了以后我们俩更好的生活。读研这几年，我过得充实又自在，除了在实验室里看论文、写文章，
我的业余生活也前所未有的丰富。有周于晨陪着，春天骑车绕着京城湖畔骑行，感受春天的鸟语花香；夏天和我在学校的羽毛球馆从轻挥洒汗水；秋天和我背着相机去山上拍落叶和夕阳；冬天我在宿舍里吹着空调，准备报名参加辩论赛。周于晨全力支持我的所有决定，父亲母亲也很欣慰我现在的生活。这3年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在，我在为自己活着。父亲母亲的产业，我也在学习中。我现在有时间也有钱，同时还在追求自己的理想，正在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，我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。研3，我被导师推荐到加拿大做科研。周于晨双手赞成，父亲母亲也很开心。同一年，我考了雅思，准备出国的材料，在导师的推荐下，我顺利申请到了纽约一所大学的免费攻读博士的资格。漫漫学习路，周于晨虽然觉得辛苦，但是他还是赞成我完成自己的理想。在攻读博士的3年中，开放包容的环境下，我变得更加从容自信，更加爱自己。在这里，我解除了很多业界大咖，激励着我不断变得更好，内心也变得更加强大。上一世，我没有了自我，只为了沈佳明活着，伤了父母的心。这一世，我真的为了自己而活。在国外，我解除了很多不同年龄、职业、阶层的人，和他们交流后，我才发现，我之前做的事情有多么愚蠢。留学生活让我明白了我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，变得更加坚定自我。留学的这几年，我和周于晨一直处于异地恋，我们2人互相扶持，互相鼓励。虽然聚少离多，但是他总会给我创造小惊喜。周于晨在圣诞节前偷偷买了飞机票来纽约看我，趁着我放假带我自驾游览美国东海岸，景色迷人，身边的人也是心仪的人，幸福的生活也不过如此。3年博士生活结束后，我凭借多篇高质量的文章被倔大聘用为文学系教授。我没有接管父母的企业，他们有更好的选择，那就是周于晨。周于晨比想象中更适合这项工作，他把公司运营得井井有条。周于晨对我说：“西西，我不想再等了，我已经等了6年了，求求你了，别再折磨我了。”我害羞地点了点头。周于晨的项目比预期完成的要好，使得陈家和周家的公司合并，并且做大做强。周家爸爸上门来我家提亲，带着丰厚的彩礼，势必不让我委屈一点点。双方家长甚是满意，一大家子其乐融融，迅速敲定了结婚日期等事宜。半个月后，我们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周于晨不负所望，对我百依百顺。婚礼结束后，就来了一个神秘的蜜月旅行，是他亲自安排的，谁也没有给说是要给我个惊喜。我心里乐开了花，想着只要不是惊吓就好。大海边，周于晨拉着我，对着大海喊道：“晨曦，我爱你，很早很早就爱你了。”夕阳下，周于晨俯身亲了下去，我也回应着，充满着浓浓的爱意，温温软软，像那颗包裹着草莓酱的巧克力。后来，我也是听说，沈佳明没有再和许晴天纠缠，可能是不想走上一世的老路，才会有许晴天上门找我那出。沈佳明后来听从父母的安排，和庞氏的千金结婚了，说的好听是强强联手，其实是沈氏出了问题，急需找人垫资。沈氏集团危机解除后，沈佳明狗改不了吃屎，又去找了许晴天。谁曾想到，庞氏千金也不是吃素的，当天带着人就把沈佳明、许晴天打了个半死，还差点把许晴天给毁了容。沈佳明算是有人收拾了，真是恶人自有天收啊。